好，这个视频是关于静坐练习的6大时间问题。我把在过去的静坐练习指导过程当中出现的频次最高的和时间挂钩的问题做了一个归纳，其中有5个是在静坐初期最常见的，还有一个是进阶问题吧。我们对照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痛点。首先第一个人气最旺的就是人们开始练习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开始练习，最在乎的问题就是静坐多久会有进步。第二个很忙到没有时间练习怎么办？第三个一次静坐多久合适？第四个什么时候静坐效果最好，也就是我们说的静坐的最佳时段。第5个我们刚刚说了一次静坐做多久，对不对？还有在初期人们会在乎这个疗程方面的问题，就好像静坐是有疗程的，我静坐要做多久合适呢？是做半年就不做啦，还是说做3年5年？人们会关心这个总的时段的问题。第6个是进阶问题，属于开始了静坐练习静坐了一段时间之后了，在初期呢感觉5分钟都非常煎熬，但是慢慢随着我练习的叠加，我发现好像60分钟50分钟一下子一眨眼就过去了，就是在静坐过程当中感觉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它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拿出来作为一个进阶问题。既然我们在这个视频讲的是关于静坐练习和时间的问题，我们就先需要明白一点，时间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假设的符号而已。这个不存在呢，意思是说就像经度纬度一样，经纬度的存在本来是地球上你是找不到这个东西的，但是人们为了方便标记、方便定位、方便导航，于是有了这种网状的经纬度，它就是一种方便的符号。时间也是这样子比如说一颗苹果放在桌上，一段时间之后就腐烂了，我从家里面走到超市用了所谓的这个5分钟时间，它只是我们用来标记事物变化，或者说在空间当中移动的这种符号。在日常语境当中，比如说我们日常对话，时间这种概念呢，经常就是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什么，前天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它是用来帮助我们描述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也是一种程度上的定位。所以经纬度和时间本质上都是人类为了理解、描述和测量世界而创造的这种符号系统，它们是工具而非物质实体。这种工具呢，为我们提供了秩序和框架，让我们能够描述地球表面的位置以及事件的顺序。所以时间、经度、纬度这种概念，这种符号的概念，只是为了让我们更方便的去交流和沟通。那接着就回到这6个问题第一个，静坐多久会有进步？我们先不说多久吧，我们先说静坐怎么发生进步，对不对？静坐要产生正向的效果，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的先决条件就是3个。第一个，方法对，我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这个正确的方法不是说我是按照这个方法，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自己并没有完全的按照这个方法。就像我上一个视频里面分享的，静坐里面最大的一个坑就是我以为我自己怎么样了，就是我感觉还不错呀，对不对？实际上我们要在乎的是这个真实发生的情况。那接着要认真的用正确的方法持续的训练。很多朋友一上来就会问这个到5度一般多久4度一般多久这个到就是很关心在到几度需要多少时间。其实我们一直说正确的静坐训练，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2周发生质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前提是正确的方法。你不能按照那些会有后遗症的冥想，那些会有后遗症的引导性的那种影响，或者是硬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这种方法来做。人放松了，它自然的这个过程不是因为方法而产生的效果，它是人体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子的。你深度静下来，深度放松，就是会发生这些变化。在这个里面真正能够影响到我们速度的，其实就是你要完全的100的去很纯度的高纯度的按照基础的方法去训练。如果自己添加，这个速度就会变慢。如果自己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来，那就是一定会
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还会往反方向的去走。我们如果回到个人来说的话，那是没法回答的。但是你要说在一个大的样本里面，2周到5度的，10天半个月到5度的这种情况有，虽然很少，是有的。还有2年到5度的也有，但是我自己这种多角度的体验，慢慢的打磨啊，自己训练，逐渐的体验到了5度的这种转变，那也是非常好的过程啊。影响我们这个时间长度的没有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自定义自己进步的时间，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落实基础。在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落实了基础之后，下一次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按照基础，然后反映出来，哦，我上一次我觉得我自己按照基础来的那个状态，其实好像还是差一点。就是我可以不断的去做到完全的不管不干涉，就是做到一个完全不用力的状态。我们说肌肉紧绷的程度，0是最放松，10是最紧绷嘛。那自己看一下自己在静坐的这个期间，自己的肌肉程度是几呢？是0，完全的持续的0，那肯定一定会是有波动的，对吧？还是说3、5，这些都是自己要去不断的去提纯的。也就是说，只要基础落实的越到位，那你的进步就越变态。这个基础好像听起来很苦啊，但是呢，我们松脑静坐练习，就是静坐的方法，它本身是非常舒适的，没有说人放松了还会难受的，只有紧绷才会让我们难受。所以说静坐，一个是它的进步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过去的概念就会觉得说静坐好像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错误的方法才会慢，错误的方法才会让你感受不到进步。只要卡到关键点了，做对了，马上就会有立竿见影的质变发生，这个是一定的，人体的规律就是这样子。接着我们就来说第2个问题，忙到没有时间静坐怎么办？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也觉得静坐很舒服，但是我好像就是最近没有时间。怎么讲呢？这里情况要分析起情况来是非常多的，有的是已经体验到了静坐的舒适，那我即便是这段时间再忙，我还是会抽一些时间来静坐。但是我们这里要明白一点，我们刚刚也说了，静坐的时间不是说不要一上来就觉得静坐要做1个小时，就是好像觉得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东西，不是1分钟、5分钟。静坐你坐下来就要达到放松的效果，我们讲的是静坐的效率问题，就是你有这个条件，那我们就在这个条件之下去练习就好了。因为静坐它不是一个有100吨重的那么一个很巨大的事情，我们在第1期视频里面就讲了，是不是很轻松，就是轻装上阵，安静的地方坐下，全身放松，5分钟、10分钟就是很好的练习的开始，是不是很简单，是吧？那我们之所以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很忙，我忙到没有时间练习怎么办？我们会产生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不是说没有时间来静坐，其实它背后揭示的是我们整个生活节奏的问题。你想要去练习的话，那肯定是有时间的，5分钟、10分钟都没有吗？是吧？当你体验到了静坐的甜头，当你体验到了静坐给你带来的改变的时候，你不会再说没有时间。第3个问题，一次静坐多久合适？这个问题之前有一期视频其实讲过，但是今天放在这里再提一下。我们能做多久呢？是由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心状态决定了，就是我现在能做多久，它就是多久。我们不能从一个多久合适啊？我说20分钟合适，那你就去按照20分钟这样去练习吗？不是，这种就本末倒置了。我们首先还是要知道基本的方法是什么，然后呢，去知道自己的舒适的界限在哪，按照基本的方法去做，然后身心状态就会自然的从初期5分钟逐渐延长10分钟、15分钟，慢慢半个小时就已经很好了。不要去看那种要1个小时就很厉害的这种言论啊。我们要讲的是静坐的效率。就刚刚说的很忙怎么办？我现在只有5分钟的时间，那你就5分钟完全的放松，那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练习的效果的。但是呢，
这里又涉及到，比如说我初期的时候，我的极限就是5分钟了，我就已经开始注意力到处乱逛去了。但是一个练习了很久的、对基础滚瓜烂熟的人，他5分钟坐下来，可能就是99%的时间都在放松，他的效率可以达到99%。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方向是要提高这个静坐的效率，基于基本方法呢，然后再来达到这个结果，而不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目的，然后我们要往那个时间上面去冲，是吧？就是能做多久就是多久，自己的身心状态决定了这个时间长度。我们今天如果很多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做半个小时嘛？5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呀。今天又很闲，那我就稍微时间可以很充裕的去静坐的时候，那我就肆无忌惮的多坐一会儿嘛。这个就是跟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着我们自己的身心状态，它自然形成了一个结果，时间长度就是这样子。千万不要去熬时间。这里再展开讲一下，在初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过去的静坐练习习惯，就是会从过去我有静坐的经历嘛，但是呢，我好像觉得松岛静坐还不错，我想要开始练习这种完全放松、深度放松的静坐。有过去的静坐练习的基础，他一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把过去的那种练习的习惯带过来。然后我一上来一做呢，就是40分钟以上，甚至60-70分钟，但是没有用啊，是不是啊？我们说的是你坐下来，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把这个时间先减少，直接从10分钟开始，因为你能够做1个小时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对舒适度的这种感知了，你的敏锐度已经就是很钝了。完全分辨不出来自己是不是放松的，自己是不是舒适的，就是过去的这种习惯，我们就先把时间砍掉，时间缩短了，坐下放松舒适了，慢慢难受出现，坐不住了，直接起身。我们接着就不断的就把自己这种敏锐度调回来了之后，然后在一个舒适的身心状态下，时间长度它就会自然的延长。第4个问题，什么时候静坐效果最好，也就是我们会关心的静坐的最佳时段。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自己想要静坐的时候就是最佳静坐时间，但是我们也在这里给一个比较好的静坐时间吧，就是早上和晚上。早上起来直接去静坐，然后呢清爽的开启新的一天的生活。晚上静坐就把白天的生活和这些人接触各种各样带来的生活痕迹逐渐清洗掉。初期体验不到这种清洗的过程，慢慢时间练习久了之后，就会体验到这种做清洁一样的洗刷的舒爽。所以说我们说早上静坐和晚上静坐就是很好的，很适合现代人的这种节奏。当然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在中午想做也能做，那太多了也不要做的那个静坐的时间次数太多了，就会想吐了，因为人的耐力是有限的。第5个问题，静坐练习要持续多久？人们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把静坐练习当成了好像来帮我治疗什么问题的一个药，它是不是有疗程一样的存在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初期的问题。一旦你开始用正确的方法进行了这种深度放松、深度静的静坐训练，你体验到了这种甜头，体验到了身心舒适、身心清爽的这种转变之后，为什么要停呢？没有理由啊，就像睡觉一样让我很舒服，对吧？静坐一样是让我们身心清爽、让我们精神清明的一种保养品，没有理由去让它停止。当然这个是自己对静坐尝到了甜头之后才会体验到的一个过程。这种问题呢，不用去解决它，你就放在那，该练习就练习，就该做什么训练就做什么训练，直接静坐好了，体验到这种舒适了，慢慢的它会帮你化解这个问题，你就知道哦，我的这个问题就淡化了，消失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最后一个静坐练习的境界问题，这个是针对于练习过一段时间之后，也体验到了放松的舒适，体验到了静坐，尝到了静坐的甜头这种情况而产生的。在过去呢，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会觉得5分钟都好难熬，一下子注意力就被
到处抓的都是，时间难熬，煎熬静坐简直就是。但是慢慢随着练习的叠加，我开始体验到了静坐的舒适，对吧？慢慢我发现我静坐40多分钟、50多分钟都感觉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像嗖的一下。既然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拎出来，就说明它不是什么好事啊。这种感觉到时间飞快这种体验，看起来在主流的对于静坐的看法中呢，会觉得好像这种体验蛮不错的，1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就好像是我们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天时间过得飞快，这里就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坐标在哪了，甚至呢不知道自己身体状态，不知道自己的四肢还是不是放松的，其实是未知的。如果自己回头检视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是那段信息是缺失的了。而真正我们持续巩固基础的状态呢，其实是感受不到时间存在的，你不会感觉到特别慢，也不会感觉到特别快，就是说你感受不到什么难熬，也感受不到什么时间的流逝啊，这种东西没有时间这个东西，就是坐下全身舒爽身心清澈的这种持续存在，就是这种持续存在，持续的清爽，持续的舒适，这种持续状态就是这样子而已。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的出现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还不能够做到自他分别，我还分不清楚哪些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这个坐标原点，一下子就落到感觉上去了，就是我沉浸在那种舒适，所谓的舒适的感觉上，我聚焦在我感觉上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只需要基础应对，回到四肢肌肉放松，继续扩大这种舒适，持续的做好基础就好了。那身体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暂时的一个坐标，当我们感觉到特别沉浸在某种感觉里面的时候，要给自己画一个提醒了，要注意回来，回到基础。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看到了一个警示灯，看到了一个信号，看到那个信号的时候，我们不用管我是怎么出去的，我们不用管那个念头是怎么把我引诱走的，我们只用搞清楚，当我看见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要去化解这个问题。我发现我自己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的时候，我要重新检查一下我的基础是不是做到了多少，这个是回来继续夯实基础的时候了。好啦，静坐练习的6大时间问题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不知道有没有稍微解决一下你的痛点。一元松脑静坐的方法在这个频道持续更新，我们的出版物存在感就是松脑静坐的入门读物，也在这个频道完整分享了语音版。订阅频道不会迷路，获取研究合作，获取静坐指导，联系邮箱请写明来意。感谢订阅，再见。